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特步的轻袭2代。这一双鞋应该可以算是我近期穿过的鞋款当中让我比较眼前一亮的一个鞋款。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相比上一代，这一代在外观方面的变化真的特别大，从上一代偏笨重的外观变为了这一代充满速度感的外观。把两代的鞋款放在一起，你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系列的两双鞋，变化真的可以说是翻天覆地。鞋身侧面使用了从鞋头一直延伸至后跟的 TPU 条，球鞋的后跟还被 TPU 材料包裹了起来。中底从上一代的全掌大面积外露特包改为了内嵌式的全掌特包，外包的材料并没有特别的标注，但是整体感觉跟特步自家的 Feather Foam 比较相似。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 TPU 混纱加上热熔材料的组合，也算是当下篮球鞋市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鞋面搭配了。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轻袭2代重量是378克，还是比较轻质的。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它并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并且在球鞋前端放置了一对动态鞋带孔，即使是瘦脚穿它也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感受。但是如果是宽脚的话，那我并不推荐你们购买这一双鞋。宽脚的兄弟选择这一双鞋，会有很大的几率出现球鞋侧面这个上翻的 TPU 顶角或者是硌脚的情况，所以宽脚的兄弟们还是看看别的鞋款吧。那只要你不是宽脚，选择这一双鞋之后，你就能得到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球鞋前端的这一对动态鞋带孔对于包裹锁定的提升非常明显，拉紧之后，我偏窄的脚型在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也完全不会出现横向的位移。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它在上脚初期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掉跟，基本上磨合个1-2场，掉跟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轻微了，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实战，不仔细去感受的话很难察觉到。而它的鞋面还有一个方面做的也非常出色，就是它的透气性。最近我们这里的温度非常高，室内球馆在没有空调的一个情况下，温度更是高的离谱。但是我在穿这一双鞋打完一整场球之后，也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无脚感，透气性表现真的非常棒。那如果你比较注重透气性，这一双鞋真的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而拥有出色透气性的篮球鞋，自然在鞋面的用料方面会比较偏薄一些。这个时候你还想要出色的强度，那就会把鞋面做硬。而在鞋面做硬了之后，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鞋面弯折点卡脚或者是硌脚。但是这一双鞋在这一方面也控制得十分出色，它的鞋面在强度、舒适性以及透气性3个方面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不仅强度够用，透气性出色，在舒适度方面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穿这一双鞋在跑动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出现过什么弯折点卡脚啊或者是硌脚的现象，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并且得益于它侧面大面积上翻的 TPU 材料以及在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热熔材料补强，让这双鞋在整体的侧向支撑方面也做到了完全够用的水平，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表现非常棒。而在中底方面，这一代相比上一代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从上一代注重缓震的中底表现，改为了这一代更加注重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中底调教。前掌非常贴地，场地感表现非常棒，并且前掌的调教也做得偏硬，虽然确实是全掌的特包，但是前掌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中底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的感觉，反馈非常的直接。如果你非常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不过它的中底龙骨落差做得略微偏大，穿在脚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前低后高的感觉，后跟的重心会明显要比前掌高一些。好在它的中底过渡做得足够流畅，在跑动的过程中，前后掌的衔接没有任何的断层感。但是前低后高的中底在运动习惯的适配方面会更加适合习惯使用全掌跑动的球员。那如果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那跑动的感觉可能会稍逊一些。而后跟较厚的厚度让它拥有了够用的缓震表现，没错，仅只是够用而已，而且只是在室内。如果室外的话，一定会感觉到震脚。如果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那这一双鞋的缓震表现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但是如果你基本上只在室内
进行打球，而且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那它的缓震表现绝对够用，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而在中底的刚性方面，它做的也恰到好处，在保证了整体刚性够用的同时，尽量保证了球鞋的灵活性表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不管你脚底下是不是有劲，这一双鞋你都能够驾驭。即使你的脚底下力量比较大，它的抗扭表现也绝对能够令你满意。在做对抗时的侧蹬或者是大幅度变向的时候，它的整体鞋身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整体的强度表现，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不过在足弓支撑方面，依旧跟我之前测试过的几双特步的篮球鞋一样，穿在鞋内足弓部位感觉不到任何的承托感，穿着时间长了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在足弓处的疲惫。可能在购买了之后，大家还是需要自行去更换一副带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体验。在大地方面的表现整体还算不错，抓地力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不管往哪一个方向移动，它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基本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但是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那它的抓地力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在选择这一双鞋之前，你要考虑清楚你打球的场地条件是否合适，好吧？而且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两种颜色的橡胶在硬度方面都不是特别棒。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都在60，稍微出一点头的样子，硬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要用来打外场，还是略微有一些勉强的，它还是更加适合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即使是塑胶场地，它也并不能坚持特别久，要打外场的兄弟还是慎选。轻鞋2代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较低的中底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并且这一代的中底特包还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控制住了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稳定性表现。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安心，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非常出色，对于偏外线打法的后卫以及锋线球员来说，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福利鞋款。现在不到300的价格，真的非常值得购买。颜值出众，配置合理，实战表现也足够优秀，而且还便宜，真的很难去拒绝它。除了耐磨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缓震极限也偏低之外，其他没有太多明显的短板。如果你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它的中底在突破的过程中真的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突破的感觉真的很爽。喜欢突破的你，这一双鞋你不应该错过。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